幸不辱命。好孩子，你是我们侯府的大恩人。夫人不必如此，大长公主的伤口若2日内不曾发溃，才算逃过这一劫。九娘子，可否在府中多留几日，加以看护？岳某将感激不尽。这本是民女应做之事。哎，来人，把梅园给九娘子收拾出来，一切用度比照郡主的律。是，可以进去看看了。好，快。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呢。盛名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一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哦，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，请恕民女还要照看大长公主，改日再向殿下请教。燕某疏忽了，请九娘子自便。主子，你一提沈毅，福陵那丫头脸都吓白了。他们不愿与我多说，可为何会对自己崇敬之人如此讳莫如深？这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已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等，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辅导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冉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待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
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2人和宁儿兄妹知道，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？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之漏了点消息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比武的时候见他忧心，我没说验尸的事儿，我就说小婉儿会帮忙。当时宋家护卫长魏成也在旁边。你怎的如此鲁莽？魏府尉和护卫长那边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此事的关键是要先找出这嫁衣的来历，也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，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萧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福陵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福陵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仆从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仆围庄之上，举起嫁衣，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抵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福陵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抵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。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我推断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福陵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，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线。可惯用左手者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依然是落笔左线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记，死者女，身长约5尺2寸，因头部缺失，暂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徐仵作，你在此前可曾整理过死者衣物？宋国公府明令禁止破坏死者衣容，所以未曾动过。记，死者嫁衣周整，除领口有浅淡血迹，其他暂无血迹。颈部有蛆虫，伤口皮肉呈蜂窝状，窗口平整，脊骨端口利落，
去，带他出去。记，死者全身出现尸斑，下腹处有明显骨胀，小腹、私处及腿面臀后侧有暗青色皮肉变动，未见其他伤处，应于鼠月死亡，距今有6、7日左右。颈部断裂处颜色极深，皮肉极度收缩，血液深度渗透到了死者的脊椎和颈部的气管中，证明死者是被人活生生割下头颅，一刀毙命。死者若是活着被斩断头颅，血液定会喷溅而出，可方才嫁衣领口上血迹极浅且不多，说明死者是在死后被人穿上嫁衣的。世子殿下好推断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死后被穿上嫁衣，放入喜轿中？正是，喜轿中的血液有些异样，是为了乱人视线。死者的遇害之处另有所在，能在哪儿呢？聂子，哎，这是白齿蚁，靠腐木为生，常盘踞在榕树林四周。荆州附近可有榕树林？我来荆州时，最后一站休憩地十里庙附近就有榕树林。榕树林怎么又来了？让我去，听不到，跟着他去。须贺，洗尸，把葱白拍碎，涂抹于死者全身，用纸沾上醋，盖住全身焖一会儿。好，我去准备。这又是为何呀？宋国公府既不让剖尸，我只能把体表勘验做得再周全些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暗伤。死者所用的扣单是京城的丹华扣，此物甚为贵重，多为京城勋贵家女子喜爱。前九娘子可曾去过京城？为何如此了解京城风物呢？民女从未去过京城，只是我大伯家的年节礼曾给姐妹们送过丹华扣。死者的右手柔嫩白腻，左手中指的第二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宋娘子是否善琴？我早已派人查过，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，在陪嫁当中也有一把名品古琴，可有不妥？只有积年累月的练琴，才会有这种茧子。这具无头女尸，很有可能就是宋柔。我真希望她不是宋柔啊！
这黑点是什么？是痕。宋娘子出嫁之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齿痕。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啊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二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未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呢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，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痴蚁，白痴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，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，只有趁前夜休憩时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，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秦九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谓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怎会伤成这样？征战之人哪有不受伤的？这处刀伤，分明是近些时留下，从京城到荆州，何来的战场？果然都说太聪明的女人不好。我以为只有无能庸人才这么想，没想到，殿下也是个庸才。我是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对你不好。不过，你若是想听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我并不想探知军中机密。那若不是军中机密，而是涉及到京城冤案呢？那也不必说与我听。殿下的伤，若再生半寸就成个废人了。这些时日，为何不说也不肯医治？伤口都已发溃了。我带有伤药，自己可以疗伤。用些吗啡散吧。不用，这些伤我受得住。你的伤横贯脊骨，要剔除腐肉才能缝合，稍有移动便会伤及经络，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10岁便入军中，这些伤我从来都是硬扛过来的，用这些东西，反而令人娇气。好，那你受不住，一定和我说。放心。
还请九娘子帮我配置一款金疮药，用于战场急救，只求见效快。见效快的都是虎狼之药，一般人怕是受不住。朔溪君堪称虎狼之君，用虎狼之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放好了。主子，属下有事回禀。进。主子，那灯楼的底座确实被人刻意砍断了横梁，但引九娘子出去的人不是魏延志。事发时，他一直在天音楼听琴，琴师和掌柜皆可作证。宋府会武功的府兵有20人，目前都在府内，但是他们之前曾一起去过灯市。小小的宋府府兵，竟是比军事还要纪律严明，连游玩都要同进同出，着实罕见。属下这就去收拾那帮家伙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能师出无名，他们使出这些伎俩，无非就是想阻挠我剖尸。只有尽快剖解，才能让他们无计可施。白风，明日准你与宋府府兵打一场，只许小胜，不许速决，打到霍怀信出面即可。是。九娘子，那就劳烦你明日剖尸了。是。可有不妥？金鱼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，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失踪至今。那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、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那腿伤未必是真的。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你安心在此检验，我让白风护你出去。我这就去会会魏延之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验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宋家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魏无关。魏城，宋柔之死与其私通之人关联甚深，你们如此急于毁尸灭迹，到底是为了遮掩家丑，还是为了袒护那私通之人？下官只是公子不能再护着大公子了。殿下，侯爷，与我家娘子私通之人，正是大公子
魏其之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其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，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作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魏烨画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金粉呀？没有金粉那般亮，是石黄。石黄常用来制作金漆，把生金漆加入木浆之中制成纸，便是有小撒金坚之称的夜金坚。啊，我知道夜金坚，这种纸会有淡淡的漆树香味，而且比撒金坚要价廉。寻常的贵族用不起撒金坚，就会用夜金坚来写信习字。根据京城之前传来的消息，魏家虽然家世平平，但魏其之这个人性格却颇为恣意任性。他喜好琴瑟，就要亲自学会制琴；喜好骑马，就要亲自驯服宝马；喜好瓷器，家里所用的便都是瓷器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夜金坚倒是挺符合他的脾性。眼下这纸屑是仅有与行凶人相关的物证。魏家兄弟自小一同长大，我想见魏延之确认一下。据说魏延之回去之后就高烧不退，病倒了，侯府也不好全然不顾。若你想见他，那就得辛苦九娘子为他诊治一番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便永远疼你、爱你、陪着你，我们厮守一辈子。从此再无宋国公府的嫡女，也无安阳侯府少夫人，只有金钗不群的魏氏。我愿与你浪迹天涯，做一生一世的恩爱夫妻。舍弃荣华富贵，你却为一己私欲对他痛下杀手，居然还有脸面说他不为你着想。我一个庶子战战兢兢走到今天，吃了多少苦，看了多少嫡母的眼色，我凭什么为了他放弃我的前程，跟他隐姓埋名过一辈子？我凭什么？这个愚蠢可厌的贱女人，想用爱情毁我一生。她死有余辜。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叫宋柔，她此生最大的愚蠢，就是把她所有的聪明都用来保护你。若不是她吞下你为了诱杀她的叶金坚，你早就被绳之于法了。如此残害痴心待你的女子，你才是真的死有余辜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不爱她，她就算为我死10000次，
都是错，都是错！这府里的药房为何有这么多之外生的药材？我也不知道，府里的药材都是老夫人在管着的，那些名贵的药材只有主子们才能用。去逃命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娘子，别去了吧。我去看看，有事你就喊人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帮忙！娘子，翻过来！来晚了，人已身亡多时，去叫人。啊！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爷，怎么会是他？你认识他？她是老夫人房里的二等丫鬟。你又是何人？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是娘子，我把人叫来了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娘子，这位是您的堂兄，三房的厉二公子，不常在家的那个。哦，二哥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二哥莫怪。啊，哪里，不敢。二公子，九娘子。等等，先报官，等仵作勘验完再做处置。是。刘管家，连夜。九娘子，此处的事由小的处置，你和二公子都请回吧。你打算何时报官？这连夜是老夫人跟前的二等丫鬟，小的总得向老夫人请示之后才能行事。啊，九妹妹，府里的事一向是老夫人做主的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这雨下得这么大，二哥先送你回去吧。娘子，那就辛苦刘管家了。二哥，药给我吧。哦。二公子，您累了吧？奴婢给您擦擦汗。不，没事，二公子，奴婢给您擦擦吧。这些药膏是涂抹疮溃的，一定要按我写的法子按时涂抹，用完了再来找我。多谢九妹妹，我就先走了。二哥，啊，你可知这府里的紫竹林为何成了禁地？我实在不想对九妹妹说谎，但有些事我这个庶子着实不敢乱说。九妹妹你就别问了，总之离紫竹林远点就是了。多谢二哥坦诚相告，我先走了啊。
看来，这紫竹林是非去不可了。八姨娘，难道莲叶看见八姨娘与人在此私会，才被灭口？九娘子莫非忘了，此处是禁地，擅自闯入者是要受罚的。我只是……娘子，九娘子，钱府医已经到了，我们可以去取药了。知道了。刘管家还有何指教？近日多雨，府中各处都在清理淤泥，此处甚是污秽。九娘子还是少走动些好。老夫人既早已下禁令，连夜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果然如此。九娘子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哦，我对这府里不熟，早起散步迷了路，还请刘管家指下听兰院的方向。那边。娘子，娘子，你一大早上去哪儿了？这怎么弄成这样啊？
我今早去了紫竹林，连夜那身伤，应是在紫竹林被人追杀所致。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才引来杀身之祸。而后，我还看到了那个管家刘春，他看我的眼神阴恻恻的。那个刘春，我早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。之前逢年过节来送礼，他的眼睛就盯着我们身上转。可是他毕竟是这府里的老人了，难道还能是他杀了连夜？娘子，这府里太可怕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搬回安阳侯府住吧？不可，咱们只有靠自己才能立得住，事事都依靠别人，就再难挺直腰杆了。可是，别怕，只要做好防备，不让人借机生事就是了。